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哇，已经看到欢迎来挪威到哇，第一名了。诺威来喽！好，我把这个 IG 也开一下。好的，IG 我好现在都，OK。不咋看了。第二，林子说，哇，林子第二，好，这嗯，些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了哦。对好，那今天我跟灿叔呢要来聊一些很有趣的话题，就是现在中国越来越多外国人了，对不对？哦，对对，然后有些外国人初来乍到，到了这个贵宝地，到了中嗯，国，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一些禁忌？哦，是不是所以不能做是什么事情呢？对有些事情没关系，这是大便吗？不能随地大便哦，不能随地大便，这是一对，定的哦。嗯春娇、裴静、佳佳第三，佳佳你已嗯，经排到1、2、3，佳佳你排到第5名了。对呀，好啊，然后 IG 上也很多同学哦，欢迎大家嗯，有跟我们打招呼。好，那参叔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的，到底外国人在中国有哪些不能做的事情？不能做听起来的事情，好像很严重、很可怕的感觉，对不对？嗯，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件看我们两个的表情，对，哎，这个 Top One，哎，哦，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外国人外国在人在中国。中国嗯，不能做的事，嗯对，好，Top One。嗯，第一个啊，不要随便抱或者亲中国人，参叔觉得这个算是不能做的事情吗？我觉得在哪里都不能随便抱或者亲吧，就可是在，是在国外比较开放，好像不认识的人抱一下，然后贴一下脸颊，好像没事啊，啊，可以啊。还好哈啊。但中对，国人确实是这个，我觉得界限感会比较强一点。对，嗯，你要对，没是错，不怎么熟悉，对，直接嗯，上来就抱或者甚至亲，那感觉中国人会觉得很奇怪。对，对，是的，真的。嗯，灿叔，我们以我们两个为例好了哦，比如说好的好的，今天有个学生嗯来西安拜访你，是个男嗯嗯嗯生好了，女生当嗯嗯，然不能，就中国人的观念，男女授受不亲嘛，女生是对对，绝对不会乱抱乱亲。如果是男生嗯。是学生到西安跟你见面了，那他如果就是这个动作了，你要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是这样，我是这样想嗯，啊，就中对国人自己在中国人之间啊，有些事情确实不会这样做，不会随便抱或者亲啊。但对，是假如我知道你是外国人，我要知道嗯你的传统就是这样，比如说你们见面就喜欢抱啊，或者稍微嗯，贴个脸颊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对。是 OK 的，我是能接受的，说实话。OK，就嗯，是当然是男生了啊、女生对对如果是我啦，因为像那个以前有那个女生的学生来找我，对对，嗯，那个 Laura，哦，我想起来了，阿根廷对人很热情嘛，哇，她就对，像那个熊抱，你知道吗？哇，当然她很想念我啦，我就抱得很嗯嗯紧这样。嗯那嗯，我一开始有点不习惯，不过我知道外国人比较开放，所以我也对会礼貌性的拍一下，哦，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对，就像灿叔说的，如果对方是外国人，抱我觉得可以啦，嗯嗯，抱可以，亲的话真的不太习惯，说实话不习惯，最多最多不习惯。贴个脸颊，我觉得可以吧，就脸贴贴脸一下，对，颊的话，我都觉得有一点奇怪了。是比如说是，男生你贴个脸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嗯，哦，那女生贴脸颊，我也觉得太亲密了，那肯定是有点过界了，是，对，不太习惯了。哦，所以嗯，各位同学，如果你是来自于热情的，像拉丁美洲，像什么南欧的国家都比较热情，西班牙啦，哦，如果你们到中国不是很熟悉的人，我觉得抱还好，亲就大可不必，应该是不对。用。对，但我觉得我是觉得还是看人，那有些人他思想观念比较开放一些，就觉得啊，你抱一下就是 OK 的，我是觉得。但有些人甚至不要说抱，你最多就握个手吧，握个握个手可以。手比较正常，对，比较对，常见一些。我觉得这跟性别也有关系，女生跟女嗯嗯。生之间好像贴个脸颊没有什么，哦，好对啊，对啊，像可以，女生之间那就搂搂抱抱的很正常了，那是。都无所谓。很多男生，人很多国外的人看到中国的一些女生在街上手拉手，觉得她们可能是不是都是
同性恋，但也不是 lesbian 中国的对中国的女生就是闺蜜啊，都喜欢这样手拉着手。对，反而外国女生好像不会耶对，这个真的是文化差异。你像在台湾，那个2个女生的闺蜜之间手牵手啦，然后这样子手挽着手这样，搂搂抱抱呀，很多的。对对，对，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外国的女生好像不太会这样。外国是不是有个环境是很多人都觉得要么就是同性恋，要么怎么样，所以反倒会刻意的注意这个分寸，要么是这样。有一点界限感对对。好，所以这个各位同学也不用太过紧张，我觉得抱还好亲就可能有一点女生之间可以，那男生跟男生之间我觉得亲就不太习惯男女之间也有点不太习惯，说实话好，那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你们国家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抱抱亲亲好，不过我觉得现在比较开放了啦就是有时候那也是表达一种亲近的感觉，我觉得也还好。上厕所的时候要叫闺蜜，对，这是真的，都不会一个人去厕所的，绝对要叫一个人。对，我不晓得大陆怎么样，对，在台湾真的从学生时代长大就不会了啦，学生时代比较多。长大在公司里可能也会叫厕所，不喜欢一个人去，好像总要叫个人去。真的，好像所以女生之间好像就是上厕所，我叫你去，表示我们感情很好。对对对，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这点很有意思女生之间就是感觉肢体上比较亲密一点好 ，OK， 那这题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抱我觉得是还好，抱可以。好，我们来看 Top 2。好，在中国不要讨论敏感的话题。这个我觉得很多同学，可能第一个有经验，第二个有听说过，在中国有些话题不要谈，太敏感。灿叔，你觉得？其实我觉得还在民间其实还好。我其实会发现很多这个。在计程车这个司机计程车是你们的说法，我们叫出租车。出租车的司机都特别喜欢谈论这些政府呀、官员呀、国家领导人啊。你有时候你都没怎么说，他就给你噼里啪啦一大堆然后就说哪个贪官要怎么地啊，或者甚至说习近平怎么样。特别是比如说要经济下行的时候，整体经济不怎么好的时候，对，现在因为整体经济不是特别好嘛，不算特别景气。很多人就是工作要么失业了，或觉得生活没有那么舒服安逸一些，就会觉得政府应该负很大的责任这个时候呢，其实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生活在新加坡的中文的博主他回了一趟国，然后呢，他坐那个滴滴车的时候，那司机就和他说在骂政府骂什么样，其实就说明在中国也有很多这种东西，也其实还好，在民间还好。可以随便说真的不过我蛮惊讶的，因为我以为啦我在台湾生活嘛，我以为在大陆是不可以随便讲这个，比如说习近平怎么样是不可以随便讲，不会没事，不会在私底下就朋友之间，你不要拿个大喇叭在公共场所这样喊就没关系，都无所谓对，在私底下大家朋友们聊聊天、吃个饭啥的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假如你是一个公众人物这可能你是一个很公众的人物，你就要注意了。之前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主持人叫崔永元，他当时崔永元还是毕福剑，他们两个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就当时在一个饭局上，就是和吃嗨了、喝嗨了之后呢，就口没遮拦了。然后就开始说这个毛泽东啊什么什么做的怎么能不行啊什么什么的。其实这种东西在私底下，假如说朋友聚会之间说这些很正常的，但是当时就是可能有外人，你知道吗？就偷偷录下来发到网上去了，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后来他就因此被封杀了，就是不能再做主持人了这个事情OK， 要是私底下你是一个平民老百姓，谁管你说什么东西？说实话。我觉得那个界限就是说，你不要公开或在网络上，在公开网络上，对，其实是这样，在网络上你其实这些话你都没法说，因为很多东西是禁语你是打不出去的，禁言了，对，你打不出去的。但是比如说在私下你和人说的时候是可以说的，没有关系。OK，
那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夸张，因为对，没有那么夸张。你说在台湾大家私底下骂来骂去也都一定都有的哦，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在西安的话，肯定就是骂这个市领导怎么样，省领导怎么样，或者他们的传言就满天飞啊，谁养小三呀，谁怎么样，这个贪污啊什么的，很多的可以讲这些东西。我的意思，讲习近平怎么样，私底下是没关系的。习近平私底下肯定也有人讲啊，因为现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也有人不满意嘛，一定都会怪领导者。对呀，肯定会怪的嘛。好，所以这个灿叔说的就是在大陆其实言论自由没有像大家想的管制的这么严格，不过公众人物的确要谨言慎行。是的，因为他的一些言论可能会被人家 po 到网络上，那可能就会引起很大的轩然大波哦。对，好，我们看一下同学们的评论哦。好，我们来念一下佳妮的。印度也不行，不能随便抱或者亲别人啊。对，真的啊 ？OK， 我以为印度就是很热情，大家都会跳舞什么的，所以也不能随便抱哦。我觉得抱对我来讲，我很喜欢啦，我比较特别。我觉得男生之间抱，我觉得也还好，没有什么。好，然后Tracy 的问题，想问一下，为什么黄色常跟那些不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黄色笑话？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黄色就一般我们会跟色情联想在一起，对呀，就或者开黄腔，对吧？反正是因为黄色跟我们是黄种人嘛，黄色跟皮肤有点像，所以就跟那个肌肤肢体有一点连接的感觉。所以我们在中国来说黄色了，当然黄色也有皇帝的那种颜色的意味在里面，所以单一的颜色可能代表着很多不同的意义那你对我们这种市井小老百姓来说，一般来讲黄色可能就代表着这种色情的东西嘛。对，什么黄色笑话啦、黄片啊，什么什么的这种黄腔啊，对，开黄腔就是你讲就是这个不堪入耳的一些黄色笑话。是的。好的，好，颗粒来了，我们念一下颗粒。你们好，现在我在大理云南大理，我几乎5年都没来中国了啊，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呢，不能用油管看你们很麻烦，很想你们啊，我们也很想你们颗粒，对，很想颗粒哦。好，以前台湾也是一样的情况，以前戒严戒严的时候，的确言论自由是比较受到管制的对，好 ，OK， 那我们来看 Top 3。吃饭时不能玩筷子，怎么玩呢？关键看你怎么玩。会，我有看过，我请一些外国学生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玩筷子就是这样玩，一只手拿一只就这样玩，对，很好奇很新奇嘛，玩一下不乖乖的放在碗上，他就拿起来这样，或者就是小朋友不是成天是这样吗？都拿一个敲碗，或者就是拿着筷子这样，或者就直接弄在这里，我有看过外国人在玩。其实我看过，就是很多视频会说在中国不能干的事情，比如说你这个配图就是这样，不能把筷子插在碗上啊，网上还是碗上，对，就不能饭上面了对，不能敲碗啊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因为这是在以前比较传统的认知里头，因为现在我觉得还好，中国人没有这么多观念。因为不能插在这个米饭上，是因为祭祖啊，什么时候有用？是不是？对。因为现在人其实很少做这种祭祖啊这些事情嘛，我觉得很少。所以在大陆基本上你这样插着是还好，是不是？还是你小朋友有时候插一下，大家也觉得还好啦，没有特别在意。所以灿叔，如果有小孩子或外国人这样插着，你会去制止他吗？还是就一笑置之而已？一笑置之吧，就无所谓了。你想玩一下。OK， 好，没有那么严格。那这个跟台湾就真的不一样因为在台湾的话，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或小孩这样玩筷子，我会去制止他。因为我觉得筷子就是应该乖乖的放在碗上面或放在桌上。那如果有老外把筷子插在饭上面，我也会跟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这个可能是拜死人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做，对，之类的。对，所以因为我在台湾可能对这种比较信，
就是比较传统一些，这些其实是风俗民俗的东西，真的在台湾会比较信，所以我会特别去制止。如果是成人，我会跟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那小孩子的话就是会玩，这个我们也会制止。一般来说啦，因为我们就觉得，筷子就是应该放在碗上面的感觉。那还有人我感觉没这种感觉吧，我觉得还好。还有的人，我们甚至有的小孩子，这样筷子这样斜插在碗里面都会被制止。不可以，那么严，一定对，一定要这样放着或放在碗旁边。如果你是斜插在碗里面，也会被制止。对，所以这方面在台湾，可能我们对一些民俗啦、信仰，我们比较在意。这个我们就，如果在台湾，茶叔建议大家筷子就乖乖的放在桌上或碗上，千万不要玩，也不要插着，也不要就是玩做奇怪的动作对。这个 Tracy 说越南这样是反正是祭祀了，给死人吃的这种感觉，对，祭祀拜死人的对。好，所以这边可能照灿叔说的话，在大陆还好不过在台湾大家就不要这样做，台湾对这个比较在意，是真的对。好，不过我很惊讶的是，现在很多外国人会用筷子，而且很会用，也挺难用的哈。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外国人学用筷子用的很好就是夹菜什么都就是很顺畅，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像来台湾找我的这些学生都会用筷子，我很惊讶蛮厉害的那当然像林子不算了，因为日本本来就有，日本本来就会对啊，会嘛那有的外国人我是很惊讶，就筷子用的很好好。对，有人说可能也没有那么难吧，可能是不是有些以前的视频夸大了这种东西？对，可能是要练习，还是要练习对，练用就会了。刚用可能有点难好，我们来看 Top 4。中国人不太习惯接受赞美，没有吧？我就很习惯我比如说灿叔，我就赞美你灿叔，你的文笔真的太好了，而且你那个可以说是这西安的大文豪，那文笔之流利这可比苏东坡，可比李白，真的是不得了如果我这样赞美你，你会怎么样？不是你这种赞美就不是很虚，你知道吗？很假的，一听就很假的那种对，就我说的赞美就是真的，比如说你说的是很实在的东西比如说灿叔，我觉得你这期节目说的挺好的，有些观点我觉得我挺认同的，而且有些观点我是没有想到的，你能想到，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等等，这种我觉得很实在的赞美，或者说哎呀，我觉得你说中文很好听，我会因为我本身觉得我说中文还可以，那我就觉得这是对的，对吧？你不要说哎呀，灿叔，我觉得你说中文像那个央视的主持一样，那就太假了，我根本不相信我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对不对？不过刚刚灿叔，我发现到一点，你刚刚说我觉得我说的中文还可以，就是中国人习不习惯接受赞美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其次，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很喜欢自谦这倒是真的，是真的，这倒是真的，因为我觉得真心的赞美，我觉得看人，有的人可以就是就直接接受了对，只要是真诚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像我刚刚查出那种过度 too over，那这个我就觉得我们听起来就很假，那我们可能当然就不会习惯去接受。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倒是蛮习惯自谦的就是会用一些谦虚的方式说话所以像刚刚灿叔就是自然而然就用谦虚的方式说话，明明他中文就已经把口音都改掉了，都很流利了，都没有口音了，都是很好的，还可以，他会说还可以就像是比如说我很会做某一件事情，我们都说我觉得我还可以啦，还 OK 啦，其实你已经很在行了，但是我们会习惯自谦所以这个是倒是中国人的一个特色，对，我觉得自谦的确是一个我们的特色。那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会觉得中国人不太习惯接受赞美，是因为外国人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反而
不知道怎么反应啊，那倒也是，对，可能比如说我赞美灿叔，你真的是这中文教的很好，很有系统，然后故事写的也很好，然后灿叔可能就会觉得突然之间被赞美了，对，然后脑袋一片空白，一片空白，对，怎么回答这个人？对，所以会让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不太习惯接受赞美。我心里都乐开了花了，但是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对，我倒觉得是中国人可以接受赞美，但是我们不习惯如何表达，如何回应。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比较内敛，当有人赞美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或者不晓得怎么回应人家是的，而且这个学校也没有教啊，学校没有教我们说有人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回应别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不习惯接受赞美，而是不晓得怎么去回应对方对，这点说的倒是对的，是的。好，我们来回应一下同学们的。哇，今天同学好多评论，看一下这一位。我们在伊朗也不会吃这个餐具也是不太礼貌的，不是玩这个餐具也是不太礼貌的，不是吃餐具的，吃汤匙。这个我觉得很多国家可能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国家都会这样子一般来讲，玩餐具都是不太礼貌的是的。好，然后看颗粒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会玩筷子，在西方的话，你玩刀叉也是不礼貌的。对，其实是对啊，我觉得吃饭的用具就是吃饭用具嘛把它拿来玩，就是好像不太尊重，不太。我觉得就是真正一般人呢，就是别人请你吃饭也不会再拿着筷子在玩，不会的。我只说可能有时候也觉得好奇，这样拿起来随便甩一下，这个东西没有见过，或者觉得很神奇，摆弄几下，我觉得不至于有那么严格的，就是说你这样行为太不对了，不尊重中国人，不是这个意思。不会，就是我觉得一般来说是像小孩子不懂的时候，他去玩，那基本上我们会就是看一看，一笑置之就好了。对，或者你可能真的很在意，你会跟他稍微讲一下开导一下这样子，就看你的接受程度了。对，看你的接受程度。好，林子说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拿筷子的方式会暴露他的成长经历是不是？比如说有些比较穷苦的地方出来的人，他筷子可能拿没有那么好嘛，或者这样抓着吃，或者方法不对还是怎么样对，有可能。对，好，我们看 Jason 的。如果我跟中国人说的很好，就应该是跟中国人说你说的很好，他们就说没有，还行吧。这个就是自谦嘛，自谦。对，Jason 说的就是我认为中国人不是说不太习惯接受赞美，而是我们倾向于会很谦虚的表达自己，就是我明明可以做得很好，我会说其实我没有那么好，我会尽量谦虚的表达。这个我觉得是中国人真的别的国家的人比较少有的一个特质。我们会说话比较谦虚，所以有的外国人会觉得你明明唱歌很好听啊，你为什么要说还好呢？有的外国人会觉得可能有点奇怪那我觉得中国人这点倒是中国特色。对，中国的特色就是我们很喜欢谦虚好，自谦跟谦虚意思差不多啦。自谦是自己谦虚嘛，自我谦虚，自我说话的时候你比较客气，比较好像讲说我真的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讲话真的有这个谦虚的这个特质这是文化里的文化基因里头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化给你的一个熏陶你就是会这样做，你也不晓得不要太张扬，对，要低调一点。就对中国人说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嘛，你觉得自己厉害，比你厉害的人还多的是呢，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对，会这种不要太自满，不要骄傲，说话要谦虚一点我们这以前的教育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学校教育都是这样教的所以我们就很比如说你们大树中文3个老师太厉害了，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中文老师，我们就说哎呀不会你看那个谁那个老师他语法点多么好，你看那个老师英语多好，你看那老师他还出国了呢，总能找一些点别人比较厉害的地方或者说我们3位大叔还在学习啦还有很多我们不懂的那希望你们多多的支持我们我们就会用很谦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就不会真的就接受说我们真的很好对我们就是这个最厉害的老师我们是这个油管上最强的最厉害的中文老师了
不会，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所以，对，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真的很习惯说话谦虚一点，对的。谦虚一点。好，佳佳说日本人也是日本人一样也一样很谦虚，不喜欢炫耀自己。对，对，我觉得亚洲国家可能都有对，这样的东方特色。文化是这样的，可能儒家文化的圈可能比较多一些。日本、对韩国、中国、越南应该也算是儒家文化对圈的。没有错，所以就是儒家文化都教我们讲话要谦虚，不要太过骄傲啊。好 ，OK， 我们看下一个。外国人不要用红笔写中国人的名字啊。灿叔觉得在大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禁忌？大陆好像我没有印象，反正我没有印象。说实话，我知道台湾有。我怎么记得笨叔好像说过有，之前好像提过这个，但是我在我老家我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好，所以灿叔，我问你，如果我现在用红笔写李灿，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没有啊，不会，还好，可以接受。对，不会觉得，因为我有时候封面的话或者什么，有时候把自己名字用红色的标出来，我觉得也还好，没有那个想法。真的，我是觉得，我不晓得，在台湾我们刚刚说过，台湾对这些民俗信仰对这些比较迷信的东西，我们真的特别在意。所以如果有人要用红笔写我的名字，我一定说，换颜色，我会这样跟他说，换蓝色的写，不要用红色的写。对，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用红笔写人的名字，红笔好像是写死人的名字，会这样觉得，或者是会来带来血光之灾，是那种感觉吗？对，也有可能和血的颜色是一个颜色，是吧？对这个大家可以学一下血光之灾，就是你会遇到一些会让你流血或受伤的事情，血光之灾所以可能我们在台湾民俗的信仰会告诉我们，你用红笔写人的名字会给那个人带来厄运或者是血光之灾所以这个我个人也会尽量避免啦，我会尽量避免去用红色的笔或红颜色去标注人的名字，这个我个人也会避免。我觉得台湾普遍来说大家会避免这个状况所以如果好像灿叔这样说的话，在大陆还好。不过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台湾就尽量避免，你可以用其他任何颜色都没关系，就是不要用红色这个在台湾算是蛮禁忌的好 OK 好的。然后林子说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很不可以啊，日本也不可以用红色写名字然后月莹说很多人用红笔写名字就表示他们会倒霉越南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就像灿叔你说的，可能有一些民俗是属于这个儒家思想圈，儒家文化，都有对儒家文化的这个思想圈或者是我们文化算是同一个区域里面的文化都很相近所以像日本像林子说的，或者像月莹他们在越南的对，好像都有这种不能用红笔写名字的禁忌在台湾是不行，尽量不要尽量不，如果你这样做，我觉得会旁边的人会纠正你说，不要用红色，用蓝色的会这样子好 OK， 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礼物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好不要送错礼物，这个是什么？就是送礼的禁忌。送礼有啥禁忌吗？我不知道好，来灿叔，我问你，如果有人送你钟时钟这个给你，对，那你可以接受吗？不能接受，这个也是我也对，这个我也不能接受。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要送错礼物，就是在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通常是谐音字造成的。像这个钟就是clock 时钟有什么不妥吗？不好吗？因为这个我们中文说送钟，对，送钟。送钟是什么意思？就是送钟人死了，对，然后你把他送去往生了，对吧？下一辈子送钟就是去送死掉的人。对，所以就是钟跟时钟的钟谐音，发音是一样的，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禁忌，我觉得都一般来讲，我们华人圈都不太能接受。
哦。哎，我好奇的就是台湾这个钟到底指是什么东西？就是小小的还时钟，是大点的？时钟就是家里挂墙上的也叫钟是或吗？闹钟，对，哦或闹钟。哦哦，那其实我们连表都尽量避免送对对对。表，那因为有些人不是刚跟喜欢给男生送个表啊，什么好点的表什么的吗？对，其实如果是名表可以接受，明白。因为很昂贵嘛。但是对，如果是很 low 的表，我觉得嗯大家不要送表或书了啊。书嗯，跟表基本上对都有一些同音的感觉。对，当然对书是吗？可能对灿叔可能我们都不会介意表跟书啦。我不嗯，晓得你介不介意，我是觉得还好。我还好，我没有特别大的对，建议。但是有的人比较迷信的啊，会很在意输，输就是 to lose 输了对，比啊。你在如他喜欢赌博，对吧？赌博，对，嗯，特别有的人喜欢玩麻将，输不行，不能送这种人输。表因为跟那个表是谐音嘛，啊，这对，个表就是指那个女生特别，你们是有说绿茶婊是不是啊？有，对，婊就是比较什么样的女生，就是比较那表是本来在古代是一个职业呀，茶叔，你有什么说不对，出口的？就是那个妓女啦，对不对？啊，类对似妓女的啊，就对 prostitute。所以对，表一般来讲也不要送，特别不要嗯送女生啦，哦。嗯，所以这些都算是比较小的对，这个对 Rolex 可以，那肯定啊，劳力士可以，劳那力么贵，士的表超越了竞技的范围，因为它很对，昂贵哦。嗯，还有一些比较小伞，有同学说伞，我觉得伞伞为什么一我都不知道？般也不会有人送伞吧？对啊，你这送给人给伞，为什么好奇为什怪的？么要送人雨伞？没有意思。但是伞因为跟这个中文的散有点像，啊，分散separate， 好像你要跟人家分散但古代还有一个故事，那个水仙不是许仙和白娘子，许仙还把伞。伞给送给了白娘子，然后人家成就了一段姻缘嘞，讨了一个老婆。伞我觉得第一个一般我们也不会送人家伞，很奇怪。那最主要是不会送，第二个就是这个跟这个伞跟散谐音，所以可能有这个原因，有这个原因啊。那还有同学列了好多哦，就是镜子，镜子我觉得也不要送镜子，镜子，镜子没有谐音的问题，但是镜子就是你送人镜子很奇怪吧？这照一下你自己，看一下你长什么样子。就是我觉得镜子有一点邪门，有点邪气的感觉。一般来讲，我们不会送人镜子。衣服倒没有禁忌，我觉得。衣服鞋子还好，不是男女朋友、老公老婆都会送呀，为啥不送？对，衣服鞋子还好，但是呢，林子说 Apple Watch 可以，因为它那肯定可以，很昂贵，超越了禁忌啊。然后杯子。中国人好像不咋送杯子这种东西吧？我觉得杯子比较少人送是真的啦。不过杯子我觉得倒还好吧，没有什么禁忌哦。你送个什么，特别是那种特制的杯子，就上面可能它一个照片啊什么的，或者对那个马克杯那种，或者你自己画个画什么弄上去那种啊。杯子可以送，只是比较少人送了啊。梨子或梨子，分离。对，这个我倒觉得我个人没有那么在意这个东西。送梨是觉得可以了，你有时候谁生病了送水果里面都会送个梨啊什么的，也是正常的。中国人那个有一个说法就是不要2个人一起吃梨，这样会分离。对，3个人吃就没有关系，是这个样子。对，我个人觉得在台湾李子跟梨子没有太大的禁忌，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李子跟梨子倒还好没有太大的禁忌好，然后柯利问在台湾，这点我要说可能真的跟大陆不太一样。在台湾请大家尽量不要送鞋子因为在台湾送鞋子也是分离的感觉所以在台湾这个特别民间信仰这个迷信特别多。我不建议送鞋子，除非是很名贵的鞋子可以接受对，那个对，一般来说在台湾不太喜欢送鞋子所以柯利这个你特别知道一下像那个叫拖鞋这个叫拖鞋
那个叫拖鞋。好，然嗯，后哇，同学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看一下我们再读几个就差不多了。好的。伞，还有没有什么禁忌？差不多就这样子没有了吧？没有那么多禁忌，我觉得就是绿帽子了绿帽子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对这个对男生来讲是很大的禁忌。戴绿帽子就代表你的女朋友啦，或者是老婆啦，背着你和别人，对，或另结新欢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禁忌。所以在中国千万不要送男生绿色的帽子，这个是很大的禁忌，请大家特别注意好，那其他我觉得就还好然后可能大陆跟台湾的禁忌会多一点因为台湾稍微迷信一点，稍微对宗教信仰有一点在意好 OK 没问题。我们今天聊了6个这个外国人在中国不适宜做的事情那经过我跟灿叔这样子帮各位解说之后，大家会知道有些真的不好，有些还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中国人接受度也蛮广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在意，大家看到你是外国人还是会体谅你的好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儿，下次呢是星期4了，我们星期4要跟大家在线上聊天，所以希望大家记得也要支持大叔中文，要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现在节目都要说一遍，要记得加入打广告，加入我们的会员加入我们的会员。最近会员是没有变少，但是希望我们更多会员不嫌多了好，还有大家记得给我们点赞给我们留言这样呢让这个算法知道我们频道节目很好推给更多留言人然后你要知道中国人可以接受赞美了，所以你们留言要多赞美我们多赞美我们越浮夸越好越浮夸我们越喜欢好，那我们跟同学们说再见喽，大家再见，再见喽，拜拜。再见。